曼联队的7号球衣一直以来都是伟大的象征，其继任者都被认为能够扛起球队前进的重任。但最近几年，7号球衣的主人都没有达到球队的期望，而且这件球衣似乎越来越像一个诅咒。这让红魔的球迷们对下一个赋予这个号码的球员充满了更多期待。然而在这一天，有位来自史丹福桥球场的未来旗帜踏入了老特拉福德球场，并接过了这件象征曼联传奇的球衣，成为了红魔的新7号。这一天既是让无数切尔西球迷感到悲伤的一天，也是无数曼联球迷期盼已久的一天。然而，众人都猜测着他穿上这件7号球衣后，是否能继承7号的传奇，还是他将会陷入这个号码所带来的魔咒之中呢？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梅森的伊利。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位曼联的新7号梅森·芒特。1999年，芒特在英格兰南部的普茨茅斯港口城市出生。他的父亲曾是一名业余足球运动员，并在当地的足球俱乐部中执教。在父亲的影响下，芒特在4岁时就开始参加普茨茅斯的青年队训练，并每周进行1天的训练。2003年对于切尔西青训营来说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当时，切尔西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投入了1000万英镑用于改善科姆巴训练基地的硬件设施，并每年在青训方面投入500万英镑。这一数字在当时的英超球队中是相当高的，因为其他球队的青训预算一般都不超过200万英镑。因此，切尔西当时的青训营被广泛认为是最出色的青训营之一。2005年，6岁的芒特就加入了切尔西的青训营，并在此期间逐渐成长。他在切尔西青训的各级队伍中不断进步，成为备受瞩目的球员。他以非常努力、每球必争和训练狂魔等标签为人熟知。芒特的父母回忆道，他从小到大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堂训练课。在2011年到2013年期间，切尔西的主教练布阿斯对于青训营的造血能力表现不佳，并下令预备队不得进入一线队的训练场，甚至禁止他们与一线队在同一餐厅用餐。随后，切尔西开始采取大规模购买成熟的年轻球员的策略，不再将培养自家青训选手视为优先考虑。对于当时的切尔西来说，等待青训营的孩子们成长所需的时间和代价比直接购买成名球星更加昂贵。自从1998年约翰特里晋升为一线队成员后，直到2014年，蓝军的青训营甚至没有为一线队输送过任何一名主力球员。芒特的父亲意识到切尔西青训营对选材的要求更加严格，同时一线队与青训营之间存在物理上的分离，再加上一线队更倾向于购买已经成熟的年轻球员等原因，这让他对切尔西青训营所提供给孩子们有限的成长空间产生了担忧。基于这些观察和预测，他预言孩子们最终只有2个选择，要么留在俱乐部并最终被出售，要么被租借出去并最终被出售。在芒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父亲为他找了一个潜在的新俱乐部，并告诉他，在切尔西，你没有未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特里那样成功。特里之后，再也没有青训球员能够在切尔西一线队踢球，我们应该考虑离开。然而，芒特很坚决地回答道，特里之后的下一个就是我。于是，芒特和他的父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最终16岁的芒特选择留在切尔西，并以终身蔚蓝为目标。选择留在切尔西后的芒特，他随切尔西 U23 队一同获得了2次青年足总杯冠军和1次欧洲青年联赛冠军。在2016到2017赛季，17岁的芒特代表 U23 队参加了34场比赛，打入6球并贡献了6次助攻。赛季结束后，他因出色的表现荣获切尔西赛季最佳青训球员。然而，尽管这些亮眼的表现，芒特并没有在一线队获得机会。正如他的父亲所预言的，大部分青训球员都被租借到其他俱乐部，包括表现出色的芒特。他被租借到荷甲的维特斯，这是一支位于荷兰东部的足球俱乐部。在2017年夏天，芒特以租借的方式加盟了切尔西的卫星球队维特斯，租借期为1年。切尔西希望通过这次租借能够帮助芒特取得更好的进步。18岁的芒特就这样开始了一条漫长的回家路。他被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这也是他首次离开家乡去到一个陌生的联赛。他需要面对许多第一次的经历，比如第一次离家、第一次独立做饭、第一次重新建立社交关系，以及第一次学习与完全陌生的队友相处。芒特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当时的感受：虽然我并不是每晚都吃薯条，
但那段时间确实是艰难的。在租借的前半个赛季，由于教练的不信任，芒特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得到有意义的上场时间。对于一直以来都是主力的芒特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噩梦。在这段时间里，芒特的父亲甚至建议他回到英国重新寻找机会，但芒特再次选择坚持留下并接受挑战。随后，在10月1日的荷甲联赛主场对阵乌德雷治的比赛中，芒特在比赛的第76分钟打入了维特斯的首个进球，帮助球队以1-1战平对手。经历了半个赛季的替补阶段之后，芒特终于在维特斯站稳了脚跟。在2018年3月的一场比赛中，芒特展现了出色的表现，帮助维特斯以3-2战胜了当时由滕哈格执教的阿贾克斯。令人惊喜的是，芒特在制胜的第3个进球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在2018年5月，维特斯队迎来荷甲欧联杯资格赛，芒特上演了职业生涯首个帽子戏法。在他效力荷甲联赛的那个赛季，芒特在各项赛事中出场39次，打进了14球。凭借他出色的表现，他入选了荷甲赛季最佳阵容，并且被评为维特斯赛季最佳球员。芒特在结束与维特斯的租借时，接到了前切尔西 U23 队教练乔迪·莫里斯的电话。当时的莫里斯担任一支英冠球队的助理教练，而这支球队的主帅正是芒特的偶像和切尔西的传奇球星兰帕德。在他们的电话交谈中，莫里斯告诉芒特，兰帕德对他非常感兴趣，并希望将他租借到德比郡。芒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次租借邀约，再次离开家乡去追求自己的足球梦想。2018年7月17日，芒特以1年的租借合约加盟了英冠球队德比郡。在8月3日，芒特代表德比郡首次亮相，并在比赛中帮助球队打入扳平进球。接着，在对阵博尔顿的比赛中，他完成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个帽子戏法，带领球队大胜对手。在德比郡的租借期间，芒特在各项比赛中共出场44次，打入11个进球，并贡献了6次助攻。他的表现帮助德比郡队在英冠联赛中获得第6名的排名，赢得了参加升级附加赛的机会。在兰帕德的前场疯抢战术指导和磨练下，芒特在多个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传球的简洁干净到观察队友跑位和对手防线移动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完成这次租借后，芒特终于迎来了回家的机会。2019年的夏天，由于违反了签约年轻球员的规定，切尔西遭受了转会禁令，导致2个转会窗口被封禁。同时，主帅萨里离职，而球队的王牌核心阿扎尔也转会加盟皇马。正值蓝军陷入最动荡时期时，传奇球员兰帕德临危受命回归并执掌球队，稳定了球队的士气，并开始大力依赖青训营培养出的年轻球员来应战2019到20赛季的英超比赛。在这个背景下，芒特也因为这次事件获得了球队的信任和机会，开始受到重用。2019年7月15日，芒特与切尔西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约，正式开始了他在切尔西一线队的处子赛季。2019年8月，他打进了代表切尔西的首个进球，帮助球队在上半场领先莱斯特城。随后，在客场对阵诺维奇的联赛中，芒特再次进球。在他代表切尔西效力的首个赛季中，他获得了稳定的出场机会，参加了53场比赛，打进8球，并贡献了6次助攻。尽管首个英超联赛赛季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干扰，但他仍然成为了切尔西青训球员中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同一赛季完成首秀并且出场次数达到50场的球员。同时，他也兑现了当年他与父亲的约定：特里之后的下一个就是我。进入2020到2021赛季，芒特延续了上个赛季出色的状态，成为球队的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几乎参加了所有比赛，包括相对较不重要的联赛杯赛事。然而，2021年1月，切尔西解雇了兰帕德，图赫尔接任主教练一职。在图赫尔的指导下，芒特逐渐成为切尔西的核心球员。在2021年3月4日对阵利物浦的英超联赛中，芒特打入全场唯一进球，送给对手主场5连败。随后，在欧冠半决赛次回合中，他再次打进进球，帮助球队淘汰皇马，晋级决赛。随后，在5月29日的欧冠决赛中，芒特助攻哈弗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切尔西在9年后再次夺得欧冠，这也是芒特职业生涯中首个欧冠冠军奖杯。在那个赛季，芒特共打入11球，
并送出10次助攻，荣膺切尔西队内最佳球员，并入选欧冠赛季最佳阵容。在2021到2022赛季，芒特继续展现出上赛季切尔西最佳球员的出色表现。在10月23日的联赛中，切尔西主场以7-0大胜诺维奇，芒特打入了3个进球，完成了他代表切尔西的首个帽子戏法。在整个赛季中，芒特代表切尔西出场53次，在各项比赛中打入13球，并贡献了16次助攻。他随队夺得了世俱杯冠军，并连续第2年被评为赛季队内最佳球员。不知不觉中，这位来自切尔西青训营培养出来的球员，在曾经看不到未来，被迫离开家乡到陌生联赛的艰难时刻，凭借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地征服了球迷们的心，成为球队夺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臣。在2022到23赛季，对芒特非常赏识的德国籍主帅图赫尔，由于与新老板伯利理念不合而被切尔西解雇。随后，原布莱顿主帅波特接任，但不久后因战绩糟糕而被解雇。这使得切尔西完全崩溃，球队士气低迷，包括芒特在内的其他球员也受到影响。更不幸的是，过渡主教练兰帕德宣布芒特因伤赛季报销，需要进行骨盆部位的手术。整个赛季，芒特在英超只贡献了3个进球和2次助攻，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糟糕的赛季的结束。24岁的芒特与切尔西还有1年的合同，尽管他愿意留在自己从6岁起就效力的俱乐部，但是由于工资和合同期限方面的意见不合，谈判没有取得进展，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作为过去2个赛季切尔西的最佳球员，他的薪水约为10万英镑，远低于切尔西首发阵容中的大多数球员。同时，切尔西不愿意大幅增加他的薪水，再加上俱乐部换帅，他的上场时间无法得到保证。因此，芒特做出了离开的决定，离开了他最初梦想的地方。经过多次的报价后，在2023年7月，芒特以5500万镑转会费加500万镑浮动奖金加盟曼联。全世界都知道曼联在努力寻找一位合适的7号，然而，自从贝克汉姆和 C 罗转会至皇马以来，曼联尚未找到一个能够胜任并继承他们辉煌传统的接班人。如今，24岁的芒特将在即将到来的赛季穿上曼联传奇的7号球衣，这显示出曼联对芒特的期望非常高。毕竟，7号球衣不仅是曼联精神的传承，也是曼联传奇的延续。作为主帅滕哈格亲自指定的球员，曼联普遍希望芒特能够在未来成为球队的核心球员。曼联在上个赛季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实力，但目前的阵容似乎无法帮助球队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芒特的加入不仅仅意味着球队前场多了一个进攻选项，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胜任中前场多个位置，为球队提供了更多的战术选择，同时让滕哈格在除了毕费之外找到了另一个进攻选择。在现代足球中，球员能够踢多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场比赛中，球队会持续改变阵型，有时甚至要求球员在比赛中踢2、3个不同的位置。芒特的多面手属性正是曼联和滕哈格看重的优点之一，他的加入使得滕哈格可以根据比赛需要进行灵活的布局和调整。此外，芒特在防守端的贡献也是他最抢眼的地方。在现代足球越来越注重无球跑动和逼抢的情况下，与其他英超进攻球员相比，芒特的跑动能给对手造成更大的干扰和冲击，尤其是在滕哈格强调逼抢战术的情况下，对球员的体能要求很高。曼联中场需要年轻化，24岁的芒特正好能为红魔中场带来出色的体能，并且他擅长察觉对手的陷阱，他也擅长在对手半场设下陷阱。毕竟逼抢不仅仅是跑动，选取正确的路线和时机更为重要。相信芒特能在即将到来的赛季分担卡斯米罗和毕费等人的防守工作，他的加入将为这些球员提供宝贵的喘息机会，减轻他们的负担。普遍认为，曼联在这次交易中朝着重建的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梅森·芒特是一位现代化的中场球员，他具备执行战术指令和领导球队进行高压逼抢的能力，这正是滕哈格战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芒特还年轻，尚未达到职业生涯的巅峰阶段。至于他是否能够继承曼联7号的传奇，或者是否会陷入这个号码的魔咒之中，芒特需要通过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同时也需要一些运气和机遇来展现自己的潜力和才华。从目前来看，芒特展现出的潜力和实力给人们以乐观的希望。
曼联的球迷们，你们如何看待这位新7号？欢迎留言分享。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影片。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见面。